这个应该是今年夏天最火的巧克力麦芬蛋糕了。这个蛋糕还是我亲爱的老公发现的，他每天看钓鱼视频，一个海钓博主去奥运村吃饭，介绍了这个蛋糕，说这个蛋糕现在特火。我老公赶紧告诉我了，我上网一搜，不是特火，是爆火。我尝试了好几个配方，后来发现了这个配方，说是跟奥运村的非常接近，然后我试做了一下，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，做出来的蛋糕非常的松软湿润，做法也很简单，特别适合在家做。大家赶快收藏一下，找时间试试看。先把所有的干性材料放在一起，中筋面粉、可可粉过筛，1克泡打粉，2克小苏打，2克速溶的黑咖啡粉，2克盐，100克浅红糖，5克奶粉。浅红糖就是颜色浅一点，味道别太重的，因为如果味道太重的话，会抢了可可的味道。如果没有浅红糖的话，可以放60克红糖，40克白糖，这样替换。我就是这样替换的。把粉类全部拌匀，放在一边，然后把所有液体材料放在一起拌匀。50克牛奶，1个鸡蛋，75克的玉米油，然后应该是要加112克的酸奶油。如果没有酸奶油的话，可以用1半的酸奶和1半的淡奶油代替。那我的淡奶油也不够了，所以我直接加的112克无糖酸奶，做出来也挺好的。如果有香草膏就放膏，没有的话放香草精也可以。给这个液体充分的搅拌均匀，然后倒在干性材料里。用蛋抽轻轻拌匀，拌到看不到干粉就停止搅拌。不要过度搅拌，以免面糊起筋。然后再用刮刀稍微拌几下就可以了。巧克力要用2种，一种是牛奶巧克力，一种是黑巧克力。黑巧克力可以用70%的，牛奶巧克力我也不知道我这个是多少的。刚好前几天我姐来我家给我拿了2板这个牛奶巧克力，说是去宜家买的，正好派上用场了。把巧克力切成小块，然后倒在面糊里，再稍微拌几下，拌匀就可以了。这个巧克力麦芬的面糊就做好了，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快手？拌匀以后，表面给它盖上点，然后静置30分钟。静置的目的，一个是让材料味道能更好的融合，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，就是可以松弛面筋，这样做好的这个麦芬蛋糕会特别的松软。静置的时候就可以预热烤箱了，烤箱预热210度，这个时间可以把中间要挤的巧克力酱给做好。可以用巧克力甘纳许，但是这个配方用的是一个巧克力软糖馅儿，我也分享出来，觉得麻烦或者材料不全可以过，后边还有甘纳许做法。先把水、糖、玉米糖浆、海盐、可可粉放在一起，放到火上，先开中火加热，一边加热一边搅拌。等开锅了以后，转小火加热5分钟。加热到这样子有点浓稠了，然后倒入淡奶油，拌匀，再加热个1到2分钟。然后关火，再把巧克力放进来，离火，拌匀就可以了。然后我觉得这个酱有点稠，我自己又随意的加了一些牛奶。如果你想要掰开那个酱能有点流动的效果，就可以根据自己喜好再加点牛奶调节浓稠度。本身配方里是不含牛奶的，这个是我自己后加的。材料不全也可以做甘纳许，这个甘纳许是蓝带书上的配方。把巧克力切碎，隔热水融化，融化巧克力的水温不能超过60度。牛奶和淡奶油用小火加热到微微冒泡就马上离火，然后慢慢的倒入到已经融化的巧克力中，再把2者搅拌均匀。牛奶和淡奶油倒进去以后，就可以把这个盆从热水上拿下来了。搅拌均匀以后，放在一旁晾凉就可以了。现在它是流动的，等会儿凉了以后它会变浓稠。我还买了奥运村蛋糕的同款纸杯，把纸杯放在模具里。如果你不想花这个纸杯钱，也有好方法，剪一张方形的油纸，然后放在这个杯子底儿上，这样就好了。然后再放在模具里，再找一个大小合适的杯子给它压一压就好了。
我最开始试做的时候，我那个纸杯还没来，就是这样做的，这样做出来效果也不错吧。30分钟到了以后，就可以把做好的蛋糕面糊倒在裱花袋里，然后剪一个大点的口，给它挤在纸杯里，差不多是7分满。反正这个配方一共是可以做6个蛋糕。表面再放上黑巧克力和牛奶巧克力块装饰，然后就可以放入烤箱里去烤啦。先放到烤箱的中下层，210度烤6分钟。6分钟以后，把温度调到170度，再烤15到18分钟。用牙签插进去，如果没有面糊带出来就熟了。我觉得这个配方特别好，烤完以后这个底儿是圆的，然后它的裂纹也裂得比较均匀好看，不会像有的蛋糕烤完以后那个顶部是尖的，我觉得那样的话就没那么好看。我这个美中不足就是我觉得我这个可可粉颜色太深了，我后来又尝试了一次，就是把可可粉减量，结果做出来还是这么黑，哎，好无奈啊。等蛋糕凉了以后，然后拿筷子在中间戳一个洞，再把这个巧克力酱挤进来就行了。我这个巧克力酱调的稍微稀了一点，如果你懒得做中间的这个挤酱，其实直接这样吃也是很好吃的。我真的很不喜欢这个黑色的蛋糕，我觉得还是棕色的好看一些，看着更有食欲。这个蛋糕特别的松软，吃起来也很湿润，松软到你就这样捏它，感觉要散架了。因为里面加了奶粉、咖啡粉还有香草膏，所以它吃起来也很香，口感是很有层次的，而且它也没有特别的甜。因为这个配方的糖量我也减了一点，减了差不多20克吧，比原配方。糖量的话自己还可以再调整。蛋糕吃不完的话，就给它放在一个密封的容器里，然后给它放到冰箱里冷冻保存。冷冻可以保存2个月左右，但是尽量越早吃完越好，越新鲜。我给大家测试一下，第2天把它从冰箱里拿出来，现在是硬邦邦的，然后就这样放在屋里，让它自然解冻就好了。等它自然解冻了以后，它还是非常的软。然后我觉得我把中间那个流心酱调到稀了点，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呢？就是掰开以后它还是流心的状态。那今天就到这里啦，如果感兴趣的话，你也试试看吧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帮我点个赞哦。